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我是阿光。冬天我們要多吃素菜，今天用西蘭花搭配烤饃，分享一道好吃的下飯菜。接下來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一朵鮮嫩的西蘭花，我們要挑選這種帶有綠色菜葉的，這種西蘭花是剛採摘回來的。用剪刀或者是菜刀把花朵一朵一朵的剪下來，中间菜梗部分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用来炒肉吃。接下来把大朵切成小朵，其實在切的過程中也是有技巧的。切到花朵的部分，我們用手輕輕的一掰，這樣可以減少很多的碎末，而且炒出的成品也會更加的美觀。這也是飯店不外传的小技巧，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使其在烹飪的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的小朵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因為西蘭花的結構比較複雜，所以我們要添加一個步驟，往西蘭花裡面加入一大勺的食鹽。因為西蘭花在生長、運輸、販賣的途中，難免有一些細菌或者是蟲卵，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輕輕的抓洗一下，把食鹽抓拌至化開。接下來加入一大勺的普通麵粉，麵粉有很強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西蘭花表面的一些雜質或者是細菌。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準備500克左右的烤饃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加入一大勺的食鹽，稍微的清洗一下。因為烤饃生長在潮濕的環境，有很多看不到的微生物，食鹽有很強的滲透力，而且用食鹽洗過的蔬菜不容易氧化變色。把洗好的烤饃直接撈出來，簡單的給下刀。因為烤饃的含水量達到 80% 以上，所以我們在切的過程中千萬不能切太小，像視頻中這樣切成大約1公分左右的小塊。如果切太小的話，炒出來一點都不好看，而且吃起來也沒有口感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盤中備用。這道菜的配菜特別的簡單，準備一小把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然後再剁成稍微細一點的蒜末。今天的蒜末我們盡可能的切小一些，這樣更容易釋放出香味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現在的西蘭花也已經浸泡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浸泡出了很多的雜質。在清洗的過程中，我們要輕輕的，不然的話花朵很容易碎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後，放在乾淨的清水中多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。我們就這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提前準備一鍋開水，加入1勺食鹽，小半勺的食用油。我們要把西蘭花焯下水，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西蘭花裡面的草酸。焯水的時間千萬不能太長，不然營養很容易流失。加入食鹽可以提前入下底味，而食用油可以锁住西蘭花的營養不流失，而且可以保持翠綠的顏色。這種方法非常適合所有的素菜。焯水1分鐘左右，我們直接撈出來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涼水中自然放涼。加入了食用油，西蘭花顏色翠綠翠綠的，一點都沒有氧化變色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準備好的烤饃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大火快速的翻炒。因為烤饃的質地呈海綿狀，清洗過之後表面有很多的水分，我們要提前把表面的水分炒乾，
隨着溫度的升高，口蘑的體積也變小了，同時也炒出了很多的湯汁，這些都是口蘑的鮮味。把炒好的口蘑連湯汁一起倒在碗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下來把蒜末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蒜末炒出蒜香味，全程用小火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炒至隔壁都能聞到香味。接下來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蠔油，大半勺的生抽醬油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調味料炒至化開，使蒜蓉和調味料完美的融合。接着加入少量的清水，接下來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少許的食鹽，因為蠔油、生抽都有鹽味，少量的松茸鮮，少許的白糖，攪拌均勻，使所有的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下來把控水的西蘭花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使蒜蓉和西蘭花完美的融合。接下來把口蘑和湯汁一起倒在鍋中，使口蘑、西蘭花完美的融合。西蘭花和口蘑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，非常適合減脂期的朋友們食用，就算是吃的最多也不會長肉。在出鍋之前加入少許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湯汁不需要疏太乾，用湯汁拌飯都能多吃2大碗。炒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西蘭花是我們餐桌上最常見的一道食材，其營養豐富，可以清理血管，提高機體免疫力。豐富的膳食纖維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經常食用對我們的身體好處多多。脆嫩的西蘭花搭配上自帶鮮味的口蘑，翻炒幾下，香氣就飄滿整個廚房。沒有太多的調味料，卻能吃出滿滿的幸福感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